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バイバイだね。江戸川信江戸川コナン探偵さ。我想，如果我说《名侦探柯南》系列动画是日本最有人气的国民动画之一，应该不会有人不同意吧？自1994年6月漫画开始连载，1996年开始播放电视动画，这30年来，柯南陪伴着跨越众多年龄层和性别的观众朋友们成长。无论你把《名侦探柯南》看成是悬疑推理番、浪漫爱情番，甚至是搞笑杂耍番，这都不影响我们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名侦探柯南》每年没有意外的都会定期上映一部剧场版动画，例如就在今天，《名侦探柯南》第28部剧场版独眼的残像已经在日本上映，以长野县作为故事舞台，想必票房有望能够再创佳绩。所以今天就请跟着 BJ 我一起来看看，从以前到现在，《名侦探柯南》剧场版中到底有出现过哪些现实中也存在的饭店吧。Let's go！名侦探柯南，唐红的恋歌是名侦探柯南系列的第21部剧场版，于2017年上映。为了避免剧透太严重，我就大略点到一下电影剧情即可。名侦探柯南，唐红的恋歌讲述大阪府警徒步凭次于远山和叶参加100人一手比赛时，竞技会场突遭爆炸，幸亏柯南及时救援。与此同时，一名自称是平次未婚妻的大冈红叶出现，使和叶心生不安。柯南与平次联手调查，发现案件与竞技歌牌界的恩怨纠葛有关，并逐步揭开真相。最终，柯南阻止了新一波爆炸，平次则在关键时刻表白心意，守护了和叶。而究竟在这部剧场版中所登场的饭店，在现实当中是哪一间呢？大阪新大谷酒店是一间位于大阪知名景点大阪城旁边的一间5星级饭店。若要搭乘大众运输前往新大谷酒店，则可以搭乘 JR 大阪环状线到大阪城公园站，又或者搭乘大阪地铁长出鹤见绿地线至大阪商务园区站后步行即可抵达。不过当然，饭店也提供了往返大阪关西机场的免费接驳车，让旅客不用拖着行李在大阪到处绕圈子。在饭店内，除了拥有健身俱乐部以及户外超大泳池之外，这里也有一间专门贩卖各式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如果没有想好要买什么伴手礼的话，那就来这间商店慢慢挑选吧。接着来到饭店美食的部分，我只能说，这间新大谷酒店内所拥有的餐厅未免也太多了一点，居然有多达10几间，一时之间还真的很难抉择。从铁板烧、寿司、荞麦面等日式料理餐厅，一直到法式、中式等异国料理，最后再到他们家的手工甜点店，享用一份精致的糕饼，实在是美食控的天堂。最后是客房方面，在唐红的恋歌当中，这间饭店是柯南一行人来大阪所下榻的饭店，也是荷叶接受平次的母亲服部静华歌牌特训的场所。而现实当中，这间客房正是位于新大谷酒店5楼的日式套房。根据饭店官网的资料，这间日式套房的房间面积达到了60平方公尺，最多可以容纳4个人入住。浓厚的和式风情，来日本住饭店就是要入住这种日式套房才像话。各位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啊？但若是要入住这间客房，一个晚上的价格要价接近11万日币，相当于2万多台币。而最基本的单人房，一个晚上的价钱也要日币3万元，折合台币大约是6、7千元，价格并不便宜。不过，撇除价格因素，这间大阪新大谷酒店在各方面表现都十分优异，是一间可以考虑住看看的大阪饭店哦。名侦探柯南：干青之拳是名侦探柯南系列的第23部剧场版，于2019年上映。名侦探柯南：干青之拳首次将整部剧场版的舞台移至了海外的新加坡，讲述怪盗基德盯上传说中的干青之拳蓝宝石，却被卷入杀人事件，还遭到武术高手金吉珍追捕。柯南因基德设计而被带到新加坡，无法以工藤新一的身份行动，只能暗中调查。随着案件发展，宝石背后的阴谋逐渐浮现，涉及国际势力与地下犯罪。最终，柯南与基德联手破解谜团，阻止了更大的灾难，而金吉珍则展现惊人战斗力，守护了女朋友原子。而究竟在这部剧场版中所登场的饭店，在现实当中是哪一间呢？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除了是间豪华的5星级饭店外，更是新加坡的知名地标之一。若要搭乘大众运输前往滨海湾金沙酒店，则可以搭乘新加坡地铁环线支线或者滨海市区线至海湾坊站，出站后即可抵达。那照惯例，我们先介绍饭店的设施部分。如果说要介绍这间滨海湾金沙酒店的设施的话，那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多到爆炸。
总而言之，这间饭店除了有基本的纪念品商店、空中花园、空中无边际泳池以外，它还有一间大型购物商城、一座剧院、4层楼的赌博娱乐场，还有一堆你不会想到在一间正常的饭店内会出现的设施。其中，尤其是那位于饭店顶楼的无边际游泳池，建筑在连接3栋大楼的船形空桥上，小情侣泡在顶楼的泳池内，静静欣赏新加坡的夜景，实在是会让人羡慕死啊！要说这间金沙酒店，光是硬体设施就这么夸张了，那么它的餐饮服务肯定就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了吧？根据他们自己官方网站上面的资料显示，整间酒店包含购物中心在内，一共有48间各式餐厅，从各国料理到咖啡厅、酒吧这些的通通都有。真的是完完全全的霸气泄露。最后我们来看到滨海湾金沙酒店的客房，虽然不清楚电影中原子他们究竟是住在哪种房型，但我们就先以它最便宜的房型金沙尊贵客房来说，拥有可以眺望远方新加坡植物园的超好高空景观，客房面积也来到了45平方公尺。从客房内装而言，又一次体现出了这种超豪华饭店所该具备的氛围。而这种房型的价格，一个晚上大约落在800多新加坡币，大约是2万块台币左右，价格实在是不菲。但如果想体验一下住在这种超豪华饭店的话，那么滨海湾金沙酒店绝对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名侦探柯南：黑铁的余影是名侦探柯南系列的第26部剧场版，于2023年上映。名侦探柯南：黑铁的余影围绕海洋设施太平洋目标，该设施研发全球监视系统并测试面部识别技术。然而，黑衣组织潜入并绑架了灰原哀，意图揭露其真正身份。柯南与 FBI 及公安联手展开营救，并与黑衣组织展开激战。随着阴谋浮现，灰原哀的过去与雪莉的身份岌岌可危。最终，柯南成功营救灰原并粉碎黑衣组织的计划，但组织的威胁仍未解除。而究竟在这部剧场版中所登场的饭店，在现实当中是哪一间呢？巴掌丽都公园度假村是位于东京外海度假小岛巴掌岛上面的一座度假村饭店。若要搭乘大众运输前往这间度假村的话，可以选择从东京羽田机场搭乘1小时的飞机抵达巴掌岛机场，或者从东京竹芝港搭乘10个小时的客轮前往巴掌岛。因为刚刚才被滨海湾金沙酒店给震撼教育了一番，导致这间巴掌岛的度假村设施反而看起来莫这莫多。但这间饭店也拥有包含了纪念品店、桑拿、露天浴池，甚至在公共区域还有洗衣机、自动贩卖机等设施，该有的可以说是全都有。不过来，这间度假村最重要的莫过于就是饭店前面那一大片的海滩了吧，真消暑。而在餐饮方面，考量到这是一间位于东京外海的离岛上面的饭店，自然也就不用期待饭店内会有好几十间不同的餐厅。不过这唯一一间的海龟餐厅，除了一样拥有绝美海景之外，餐厅内的食物都是精心利用巴掌岛上的食材来进行设计，非常美味。接着最后一样来到客房部分，主要可以分为山景房跟海景房。最小的房型客房面积也有28平方公尺，算是较为宽敞。房间内部的装潢，我自己感觉会让人置身在一处热带度假天堂内，你们觉得怎么样？而饭店的房价部分，入住一晚，这间巴掌岛度假村最便宜的价格大约落在3000块新台币左右，价格大概算中规中矩吧。如果有机会来到巴掌岛看巴掌富士的话，记得可以将这间度假村纳入住宿的口袋清单之一哦。名侦探柯南100万美元的5棱星是名侦探柯南系列的第27部剧场版，于2024年上映。名侦探柯南100万美元的5棱星故事发生在北海道函馆，怪盗基德预告窃取与新选组副长土方岁三相关的2把短刀，吸引柯南与服部平次前往阻止。然而，一名律师遭到杀害，胸前留下神秘10字刀痕，案件扑朔迷离。调查发现，这2把短刀藏有浦江财阀创始人留下的宝藏线索，各方势力为此争夺。最终，柯南与平次联手破解谜团，基德成功逃脱，而宝藏的真正秘密也随之揭晓，案件尘埃落定。由于在这次剧场版中所出现的真实饭店共有3间，因此接下来的饭店介绍将采用全新的交叉比较模式来呈现。第一个选手是来自函馆市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函馆普乐美雅凯宾总统酒店。第二个选手乃函馆夜景绝无第二的制霸者函馆国际酒店。而最后一位选手，则是能够跨越世纪的存在，能够永垂不朽的这间函馆世纪滨海酒店。第一个我们要来比较的就是前往饭店的交通方面了。
如果是第一选手的普乐美亚酒店的话，它就矗立在函馆车站的旁边，过个马路即可抵达，交通位置便利。第二选手函馆国际酒店，我们可以发现，从函馆车站还得搭乘路面电车至鱼市场通站，再步行前往，与函馆车站的距离更远。而最后一位选手世纪滨海酒店，则是从函馆车站坐路面电车到鱼市场通的前一站，是一所站下车后步行即可抵达。所以从交通位置而言，第一选手的位置明显比其他2间饭店还要优秀。接着是关于饭店设施的部分，3间饭店基本上都具备 SPA 和按摩服务，以及卖当地土产的特产商店。不过第2跟第3选手都有额外提供大型温泉浴池，给住宿的旅客舒服的泡汤。而虽然对于旅客来讲可能不太重要，但第2选手的函馆国际酒店在饭店内还有可以容纳最多1000人的会议室供大家开会。所以如果严格来说，饭店设施的部分由第2选手函馆国际酒店拿下这3间饭店中的头筹。第3个评分项目就是饭店内的美食部分了。从官网上可以知道，第1位选手及第3位选手都各有1间餐厅跟1间酒吧。普乐美亚酒店的餐厅主打善用北海道当地食材来烹调料理，而世纪滨海酒店则主打也是利用北海道食材来打造出充满北国风格的健康餐点。而第2位选手函馆国际酒店则又在3位选手中崭露头角，拥有4间餐厅以及1间酒吧，包含了铁板烧料理、日式餐厅、中西合璧餐厅、下午茶餐厅等，种类丰富，不虚出饭店也能享用各种不同美食。因此，在美食方面，这局仍旧以第2位选手函馆国际酒店挤下其余2位夺下殊荣。最后一个比较项目，就是最重要的饭店房间了。第1位选手普乐美亚酒店的客房面积介于15至28平方公尺，面积不算太大，而从房间往外看，还可以看到著名地标函馆山的美景。入住这个饭店1个晚上的价钱最低大约是2000多新台币左右，价格合理。第2位选手函馆国际酒店的客房面积从17到56平方公尺不等，样式多样，大装舒适现代，房间也有港口或者函馆山的景致，一晚的价格最低也是落在2000多新台币起跳。最后一位选手世纪滨海酒店，饭店房间大小介于22至30平方公尺，面积算是较为均匀的。因为坐落于港湾区，因此从房间可看到最清晰美丽的函馆港区景观。这样子的房间1个晚上最低价格要4000多新台币，价格比起前面2家还要稍贵一些。从交通、设施、美食到客房及价格，经过了多重比较之后，你们最喜欢的是这3间饭店当中的哪一间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让我知道哦。好了，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全部内容。相信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现实中的饭店会被划进柯南的世界之中，也让我们前往朝圣时能有多一个选择。我是 VJ，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